阮世杰贪墨受贿，屡犯律法，夺超墨全部家产，男丁流放禹州，密卷发卖，贬入贱籍。姐姐，我们被贩卖到哪儿了？没关系，我已经买通了官差。姐姐，那里稍微干净一点，我们先去做吧。算了，反正很快就能出去。这些人也是跟我们一样被贩卖的吗？胡说，我们和贱民怎么能一样？你们两个就是官家娘子吧？进了金枝楼，就把以前的过往都忘了？怎么是金枝楼？那个官差难道……官爷请向哪？金枝楼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化了。进去。进了我金枝楼，都得先从这儿混起。若是你们有本事抬高身价，便不用再与众人争食，不但吃穿不愁，还另有赏赐。但是，若是你们哪个不知好歹，辜负了我的栽培，那就别怪我不懂得什么叫怜香惜玉了。哼，3日后便是你们姐妹2人的首映礼，拿出你们官家娘子的魅力来。若是敢让客人败兴而归，小心你们的屁！都听明白了吗？是。我们还是收拾一下吧，好歹有个能好好睡觉的地方。又来什么人啊？听说是自己来卖身的呢。金妈妈，听说你要把自己卖给我金枝楼，不可以吗？我做这行这么久，逼良为娼的我倒是见过，自堕风尘的倒是头一回见。这长得嘛，确实不错，是个好苗子。先说吧，要多少钱？100两纹银。100两，娘子好大的口气呀！你知不知道你这100两白银，在我金枝楼能买多少娘子？哎，娘子，我金枝楼的娘子非同一般呐。我够不够格进这金枝楼？值不值这100两银子？小耗子，哎，去拿笔墨和卖身契来。是。娘子叫什么名字呀？金莲。好。等等。你把自己卖了多少银子？银子够吗？要我说呀，你还不如跟着傅公子，他出手阔气又对你情深意重，比这破妓院强多了。够了，是够了。金莲，你赶紧签吧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这金枝楼是什么地方？快跟我走！我金莲眼下错付终生，我认了。既然我相公拿我抵债，我自然是要还债。
从前我欠你的，现在我们两清了。你，哎呀！我是来给你送衣服的，金妈妈让你今天晚上穿着这身见客。金妈妈，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？麻烦让小耗子给我送身新衣服来。这可是我的新衣服，你干嘛？脏东西自然是要扔掉。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你？让你过来送件衣服，你就送这么件破衣服啊？这不是我弄的，这是他弄脏的。金妈妈，即使说晚上要我收容，难不成要我穿的难看些？他身上没有2两肉，跟白骨精似的，衣服太小，我穿不了。不如我让他们把各自的衣服都拿来，你挑个合眼的先穿着，等明天呢再给你买新的。谢谢金妈妈。你知道他是我花多少钱买来的吗？我发现你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！今天晚上呀，你就别吃饭了，你把我精致楼所有的衣服呀都给我洗干净。瞅着干什么呀？去呀！还想再欺负人呢？以后精致楼可要变天了。姐姐，我们真的要穿成这样，在那群男人面前抛头露面吗？今夜除了我们，金莲也会登台，我可不能输了的。金枝玉叶，红袖添香，今日高朋满座，都是来看你们姐妹的，一会儿可得给我争气。哟，新来的？哟，王公子玩得开心啊！李公子，你可很久都没来了啊！这俩姐妹可真不错呀，尤其是姐姐。哎呀，哎，诸位，这2位呀，是我金枝楼新来的姐妹花，来，上来给大家看看。上来呀！哎，赶紧快上来！姐姐阮清烟，国色天香，弹得一手好琵琶。这个好。妹妹阮生生，小家碧玉，乖巧可人。2位姐妹呀，今天是头一次接客，如有冒犯之处，还请诸位多多海涵呐！听说是官家娘子，哎，这气质与寻常烟花之巅的女子就是不同，还不是成为你我的消遣玩物？既然擅长弹琵琶，那就弹一曲给大家伙听听。就阳春白雪吧。哎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哎，哎呀，看人想听曲儿，哎呦，快点！我的弦乐是弹给达官显贵听，你这等市井小民不配听我的雅乐。哼，都沦落青楼了，还敢跟本大爷摆谱？哎呦，客官呐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呀！这位呀，是我刚买回来的美人儿。以前呐，那都是官家老爷的千金小姐，这性子傲着呢。您消消气儿，我这就让她给您弹。青烟，客人要听阳春白雪，不正是你拿手的吗？快点，快点干什么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的弦乐只给宫里的皇子听，一群凡夫俗子听得懂何谓阳春白雪吗？懂什么是弦乐吗？我虽沦为风尘，可就算是卖艺，也要卖得体面。体面吗？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体面。
快消消气，消消气！待他日我出了这金枝楼，你们定要为你们今天的冒犯付出代价。出楼，代价？哟，一介被发卖的贱民，也想飞上高桌当凤凰？今天就让你出手！这么一看，这妹妹也颇有姿色。既然你选择保护你姐姐，那你姐姐给我惹的祸，就由你来灭吧。今天就让你知道反抗我的下场！姐姐，姐姐救我！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是他救了我。金妈妈莫不是忘了，今夜也是我的首相，怎能让这些臭男人在此胡闹？这位是我们的金莲娘子，也是位才艺双全的美女。今晚啊，也是我们金莲娘子的首秀，各位啊，一定要多多捧场啊！好！金莲，啊，金莲呀，今夜的首秀可谓精彩绝伦。金莲女子如烈火，星夜女子如雪莲，真各有滋味。两个都想要，吃得消吗你？好，50两，我要青烟。此道刚烈不屈的娘子，才值得我一掷千金。60两，金莲娘子。今夜起，我们青烟娘子便是我金枝楼卖艺不卖身的清官人。金莲娘子呢，可随她的心意，只接待她心仪的恩客。若是各位呀，想成为二位娘子的入幕之宾，便各凭本事，让二位娘子啊看到诸位的真心。姐姐为何将我推了出去？为何眼睁睁的看着我被羞辱？
为何不救我？生生啊，来。姐姐，你就在旁边，却为何没有救我？你是不是要丢下我一个人去2楼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生生，是姐姐不好，是姐姐胆小，昨天没有立刻去救你，幸好金莲那个贱人着急出风头，你才没有被那个人给凌辱。生生，你会怪我吗？生生，当时姐姐已是自身难保，生生，从小我们就一起长大，生生最懂我，清白于我而言如同性命。如果那夜真的是我失了身，那我如今只能一根白绫了断自己。父亲从前让我们姐妹2人相互扶持，相依为命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活下去。等父亲来接我们回家。父亲，父亲，还好因祸得福了。如今我已经变成了卖艺不卖身的清官，有了这个身份，你我姐妹2人日后要相互扶持，在这个吃人的阿扎之所，才能有个立足之地。姐姐，我知道，我不怪你，只是我不想一个人在1楼待着。生生放心，我去跟金妈妈说过了，你现在不必接客，你只需要在1楼跑跑堂，做些杂活，辛苦些。委屈我们生生了，等姐姐在2楼立了足，日后一定会去接你的。我等你。姐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干的活儿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！都是些次等的货品，在阮府的时候根本入不了我的眼。这金枝楼有金枝楼的规矩，2楼的吃穿用度比1楼已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。而且李公子就快来了，娘子还是早些上妆吧。娘子若是想靠着在金枝楼清官人的地位就过得滋润，那就是打错算盘了。这2楼的位子人来人去，指不定哪天就被踩回去了。哼，一群争相斗艳的庸脂俗粉罢了，我才不屑和他们争呢。你不争，你不会以为金妈妈能一直容忍你保持清白之身吧？她只会找一个合适的价格把你卖了，除非你能攀上高官达贵为你赎身，不然，小娘子，新来的吧？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哎，不说话是吧？你个小贱蹄子，竟敢拿热茶泼本大爷！竟敢拿热茶泼本大爷！
我没有，没有。今儿晚上陪本大爷玩玩，这事儿啊就算了啊。都进了金枝楼了，还装什么清高啊？啊！住手！哪儿来的小白脸？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啊！都是出来寻欢作乐的，你装什么好人呢？这娘们儿是金枝楼的继子，她人都进妓院了，跟我装什么清高啊？就算如此，这做生意讲究的是财货两清，银货两意，更何况还是活生生的人。他既已说不愿意，你若再强迫他，便是强买强卖，等同无赖。哎，你。那他拿热茶泼本大爷怎么说？你看看，这可是上好的绸布，他人不赔我，钱总得赔我吧？这明明是你泼的，我自己泼的。谁看见了？哎呀，有人看见吗？你凭什么这么说呀？我可告诉你，今天晚上要是不赔本大爷，那我可得找金妈妈好好说说道理。你开个价吧，这位娘子欠你多少钱，我替她还。铁了心了想英雄救美是吧？100两银子，少一个子都不行。这位娘子欠你的钱，我已经替她还清了，可以走了。算你们两个好运。哼。哦，多谢傅公子出手相救，那个钱我会尽快还你的。姑娘，可会什么才艺？古筝和琵琶都略知一二。那可会出水莲？嗯。要不这样吧，方才的银两就打算是在下今夜求姑娘一曲，姑娘可愿？要不然咱们就去那个西关湖坐游船吧。现在的荷花开得特别漂亮，我觉得跟青青你特别搭。青青，哟，傅家的小公子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傅家，户部尚书傅渊的独子。这种高官显贵之家，一般家风很严的，他怎么会来金枝楼啊？哟，傅公子旁边那小娘子是谁啊？怎么好像没见过？倒是有几分姿色，莫不是傅公子的相好？哎，青青，你认识那人不？哎，青青，你等等我呀！阮生生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还真以为弹首曲子就能学姐姐阮青烟出尘之姿了。东施效颦。看着好像有些眼熟，看这模样与青烟娘子有几分相似啊？难不成是那天晚上被当众扒光衣服的妹妹阮生生？她也要做清官人？不错不错。你们姐妹二人的身形和外貌倒是有几分相似，不过也有不同。有何不同？青烟如玉兰，高洁金贵；生生如茉莉，清香宜人。
不过玉兰虽好，却太高不可攀了。倒是茉莉可入糕点茶点，平易近人，唾手可得。哎呀，真是好一朵茉莉花呀！是吗？那李公子也要尝一尝这茉莉，嗅一嗅这清香了。青烟，吃醋了？别生气嘛，我心里只有你，外面其他女人那都是过眼云烟，在我心里，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了。吃醋？你也配？哼！哎，等等我呀！生生，过来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夜你曲径四座，受到了所有客人的注意。今天我偷偷路过了金妈妈的房间，偷听到她要将你挂牌，让你出去接客。啊，昨日我也是不得已。来。没关系啊，我会帮你去跟金妈妈求情的，护你周全。对了，我还有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啊，父亲他……嘘，此处隔墙有耳。今晚亥时，你悄悄地上2楼，我在房间里等你。这有谁呀？金妈妈，是我。抓住你了，小美人！你怎么来了呀？有空来我这儿，是不是今日又没客人呢？金妈妈，今夜前来呢，是有些问题想要向您请教。哎呀，难得你开窍了，终于知道死守那些体面是没有用的啦。既然你有心求教，我也就不吝啬教给你。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多谢金妈妈指点一二。我跟你说呀，这男人这种东西啊，拿捏他们无非就是8个大字：欲拒还迎，欲擒故纵。拿捏一个男人的手段呐，固然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跟你说的是你谁啊你？乖乖，这是你的新把戏吗？哎，真会玩啊！小宝贝儿，你在哪儿？啊，美人儿，我来了！美人真调皮，抓住你了啊！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你明天晚上试试，要有什么行不通的，你再来问我啊。等等，不是阮青烟，你是故意的吧？哎呀，不是阮青烟，你是故意的吗？这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你故意来折腾我是不是？金妈妈，你误会我了。青烟呢，只是想报答您对我的教育。报答？你能怎么报答呀？前些日子，李公子送了我一块价值不菲的古玉，我不是很懂，还请金妈妈帮我开开眼。行了行了，快去看看吧啊！走，放开我！怎么了？你个贱蹄子，竟然敢抢你姐姐的恩客呀！我没有，妹妹，我处处护着你，为你考虑，为你打算，可你却想着勾引我最重要的客人，你怎么对得起我？好，既然你那么着急接客是吧？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！哼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拖去合欢殿。青青，你该不会是想拒绝我吧？啊！等等，
亥时，我定会在此等候公子，任凭处置。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是清白的。这大晚上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？这大晚上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？阮青烟，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这个贱人啊，趁着他姐姐不在，爬上了客人的床，可那客人，快去叫大夫！去叫大夫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看一眼这东西，给我拖出去！慢着，金妈妈，我听说阮生生前2天一手出水莲，技惊四座。我最近刚编了一支舞，正愁找不到给我伴奏的琴师。合欢殿又不缺姑娘，可我缺一位好琴师。况且今日之事，恐怕另有隐情。是他约我来此。此事若真是有误会，我金枝楼也并不是容不下的。只是他是实打实的打伤了客人，必须得罚。也好让某些人知道我金枝楼的规矩。哼！给我拖去大厅，使足刑。去。看你守不守规矩，用力呀！为什么？是。你不打算救他？他犯错受罚，我也是寄人篱下而已。如何救他？更何况阮生生不过是一介庶女，傍上恩客还差点失了身，简直犹如我阮家门楣。他若是有自知之明，必将会以死谢罪。若是我呀，哼，绝不苟且偷生。哎呀！原来你一直都是这么想我的，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父亲的消息，也没有什么姐妹情深，这一切都只是你的圈套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从小到大，我不与你争，不与你抢，一起沦落金枝楼后，也事事以你为先。我就想着我们能相互扶持，好好活着，等父亲来接我们。从未与我争？你若不与我争，你为什么要上台献艺，搞得李公子都对你侧目停步？阮生生，你好手段，就跟你那个做妾室的娘一样，靠着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就惹得男人对你们心生怜爱。你
我自从沦落这金枝楼，我如同恶狗扑食。我为你挡下当众羞辱你的男子，而你却指使他人辱我清白。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每次与你演那些姐妹情深的戏码时，都让我觉得又累又恶心。阮青烟，你最好能一辈子守住你的体面和清白，可别被我抢了去。你怎么来了呀？大半夜的不练琴，你跑我这儿来干嘛呀？金妈妈，我来和你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啊？说来听听。若是在1个月内，我能为金枝楼赚够500两，那2楼阮青烟的位置就归我。那你要是做不到呢？金妈妈也知道我是官家女儿，父亲的案子也尚在调查，还未盖棺定论。若是日后阮家翻案，我定是要走出这金枝楼的。所以我今日所说，若是做不到，我愿与妈妈签下死契，无论日后阮家如何，我永远都是金枝楼的人。好，这交易我答应。我还需要1个月的准备时间。可以，那就下个月初6，我就静候生生娘子佳音了。你这丫头也是够狠的，这么大的赌注，若是办不到，难道真的一辈子倾死在金枝楼啊？那金莲娘子你呢？你为何宁可将自己迈入金枝楼，也不愿意嫁给傅公子？你真觉得我有的选？你这丫头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面。言归正传，你是打算如何在1个月内赚够500两？你没有任何优势，想要赢简直天方夜谭。我自有办法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父亲的案子还未盖棺定论是什么意思？我父亲为官清廉，他们一直还没有定罪，应该是还没有找到关键性的证据。阮大人的确是个清官。金莲娘子，你认识家父？那个贱人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？戚妈妈居然单独给他开了一间屋子，难道他勾搭上了傅明涵？果然是个贱胚子。李公子呢？李公子怎么没来？往常这个时候，他早就该来找我了。啊？难道他也被那个贱人勾走了？李玉，李玉，李玉，李玉！哎，干什么？李玉，阮青烟，李玉脑袋被阮生生开瓢了，现在还在家里躺着呢。去告诉金妈妈，我今晚要登台献艺。其实3年前我见过阮大人。你见过我父亲？你见过我父亲？在沧州，当年禹州洪灾，往南一路饥荒，饿殍遍野。当我快饿死的时候，阮大人带着赈灾粮来了，救民之恩不敢忘。所以，当我得知阮大人的女儿同在金枝楼，我便对你们多加上心。原来如此。当年我父亲曾跟户部尚书傅渊一同前往禹州赈灾，随后不久，我父亲就被怀疑贪墨受贿，阮家抄家发卖，所以我才来到了金枝楼。傅渊？怎么了？楼下那位傅公子啊，便是他的独子。就是那位对你痴心不改的傅公子。既然阮大人和傅大人同去赈灾，那贪墨案为何只有阮大人获罪，而傅大人却没事？
当年在秦，阮大人陪我们同吃同住，我信他没有贪污。那贪污的便另有其人。或许阮大人真是替罪羊。如今贪墨案虽尚未结案，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父亲的清白。不管怎么样，好好活着，是团聚还是沉冤昭雪，总能等到的。好，我要点青烟娘子为我独奏一曲。青烟娘子色艺无双。哈哈哈，看来你那个姐姐已经等不及了。她自小便争强好胜，白天我刚刚发了狠话，金妈妈又将我安排在了2楼，她自然是坐不住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那自然是她越怕什么，我便一一夺回来。各位客官们，瞧好了，今日可有惊喜哦！金妈妈又是搞什么名堂？是不是来了新娘子啊？这小娘子是谁呀？长得清丽脱俗，不似凡品呀。金妈妈可真不厚道，金枝楼原来还藏着这样的美人呢。金妈妈，多少银两？你说个数。今天晚上啊，本大爷要定这个小娘子了。哎，客官，那可不行。生生娘子啊，是我们金枝楼的清官人，只卖艺不卖身。您要是喜欢呀，以后多来我们金枝楼做捧捧场啊。又是清官人啊！哎呀，金妈妈可太会做生意了，绝色美人都是卖艺不卖身，连美人的衣角都碰不到，偏偏还让人魂牵梦绕。这真的连多少钱都不行？当然不可以啦，生生可是我们的宝贝，千金不换。清官人，可我怎么听说这生生姑娘早就和那李家公子共度良宵了？原来这没了清白的人，竟然还能做卖艺不卖身的清官人。真的假的？没了清白的人做清官人，这不是骗人吗？听说阮生生之前是1楼的粗使丫头，突然变成了清官人，的确让人怀疑啊。好啊，一个人尽可夫的婊子还装纯洁，骗子！骗子！退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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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板娘，退钱！何为清官？清白吗？女子的清白只存在于3尺罗裙之下吗？诸位请看，这曾是一块白布无瑕的屏风，刚才各位恩客各自给了他或轻或重的一笔，他难道就成了一块肮脏不堪的破布？不，我说他该是整个金枝楼最艳绝无双的一块屏风。
这是什么新花样啊？被戳破谎言，破罐破摔了？以为说几句话，三言两语就能蒙混过关？当我们是韭菜呀？3两句就能膈几下吗？破鞋就是破鞋，装什么清高啊？他在干什么？好像是在作画。这屏风都脏成这样了，还能作画？这……难道他真的深藏不露？这画妙啊！将糟烂污点完美融于画作之中，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存在啊！大雅藏于世，雅，真雅！此等风流雅士，应当千古绝唱。好，言语既可成为染脏白布的秽物，也可成为养育莲花的污泥。3言2语断不了我的清白，人云亦云定不了我的珍藏。当然，我也知道诸位不会轻易相信我的辩判，但是不信我，也总该相信金妈妈的眼光和金枝楼多年的口碑吧。若我当真失了清白，金妈妈又怎会让我以清官人的身份登台献艺呢？生生娘子说的对，我金枝楼做生意向来是如假包换，童叟无欺呀。诸位，你们都是我金枝楼的贵客，不要听闻外面那些不知出处的风言风语，坏了我金枝楼的名声。生生就是我金枝楼的清清白白的娘子，她是我千挑万选培养出来的清官人。好，这花我要了，换与生生娘子共饮一杯。金妈妈，我出100两。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张员外，你出多少呀？哎呀，真不错呀！哎呀，您真有眼光。我出价高，金妈妈选我，选我，让我见面吧，让我见面。都说了，我们生生今日不见客啊！哎呀，生生最喜欢我了，你让我见他一面吧，啊！生生特意交代了，李公子与狗见，就是不见啊！怎么可能呢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生生定不是那不念旧情的人。哎呦，金妈妈，你就帮帮我吧，这个我是真喜欢呀！谁与你一日夫妻呀？李公子说话谨言慎行啊！哎呦，是我言行无状，是我说错话了。该打，你就让我见他一面吧，一面成不成？一面也不成。干什么呢？哎呦，你干什么？别跟我拉扯的，让生生误会了可不行啊！哎呀，金妈妈，你行好，你就让我见他一面吧啊！哎，他在哪儿呢？啊！你这个负心汉！我跟你之间可是清清白白的，我只对生生有意思。哎，她不是你妹妹吗？这样，你帮我跟她说好话，哎，成全了我跟你妹妹这段好姻缘，怎么样啊？滚！你敢让我滚？你什么东西啊？平日里装的多么清高圣洁，不过是待价而沽罢了。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，还让你帮点小忙，你都不肯，我呸！哎呦，快！哎，拿着！来！金妈妈，选我！这，见！生生！你赢了，金妈妈也说得很开心。我与阮青烟斗得越厉害，金枝楼就赚得越多。金妈妈在意的从来都不是输赢，她在意的只有金枝楼和她自己。金莲娘子，你想回家吗？我哪有家呀？我这一生都是身不由己，只有这金枝楼是我自己的选择。离开这儿，我只是个被选择的人。
没有人在意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。一只金丝雀，活在王谢家或是寻常百姓家，又有什么不同呢？那我带你回家，回我家，我们一起离开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说吧。我们会回家吗？一定会的。姑娘们，你们要好好努力，等什么时候你们上了2楼，也有人这么伺候你们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姑娘们，走吧，也差不多了。你哑巴了？说，谁允许你动我房间了？金妈妈说了，从今天起，这个房间就是阮生生的。至于你，嘿。你个贱蹄子，把我辛辛苦苦布置的房间糟蹋成这样！你既然如此不懂事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给我带走！去哪儿？放开我！没有价值的东西，你说去哪儿？带走！妈妈，居然我会死的！求求你饶了我！还让你带着我带走！我错了，给我带走！两位大哥，等一下，帮我带个信给他。我妹妹在2楼，她一定会救我的。高贵的青颜娘子也有今天。我和我兄弟打算今晚点了青颜娘子。求你帮我带句话吧，让她来救我。谢谢。哎呦，稀客呀！我们金枝楼的清官人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清官人回1楼，哪还有清白啊？你当自己是谁呢？落水凤凰不如鸡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干什么？自然是好好招待我们的青烟娘子。还给我！还给我！阮青烟，你不是最怕其他人看到你身上这几两肉吗？今天就要让客人们好好饱饱眼福，赏赏这官家娘子究竟有何等姿色。救命！阮生生，都是你，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。今日之耻，有朝一日百倍奉还。傅大人到了，这次送哪位娘子啊？按照他以往的口味，送金莲吧。哎，我先去应对着，让金莲备着吧。是。哎呦，傅大人，傅大人，您来啦！您可是好久都没来我金枝楼了。您要的姑娘啊，我早就给您调教好了，就等着您来呢。这一次啊，包您满意。先不急。听说最近金枝楼来了一对官家女子。哎呀，有一对姐妹花。分别叫她们过来见我。好，你真是会挑啊！哟，现在我把他们俩送出去，可就亏大了。哎呀，生生娘子，怎么了？金妈妈喊你出来见贵客。那我去了。不知这位贵人是何来历？
我该如何称呼？这位大人可大有来历，是金枝楼的贵客。生生姑娘也不必紧张，叫他一声傅大人便可。我明白了。见过傅大人。你是阮生生吗？我是你父亲的同僚，往日关系匪浅，今日也算见了故人之女。你最近可好吗？谢傅大人关心，生生一切安好。你可知你父亲逃狱了？父亲为官清廉，不知逃狱定有隐情，望大人明察。你先起来。阮兄为官清廉，我们都知道他是无辜的，可是他这次逃狱，更坐实了他的罪行。对了，他有没有跟你们联络过？那他收押之前，有没有给你们姐妹留过什么东西？家里被抄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难为你们了。对了，我和金妈妈说过了，让他们不要再欺负你，你就安心在这儿住着，等你父亲的消息。还想偷懒？这衣服堆了2天都臭了。都是1楼的，凭什么使唤我？凭什么？就凭我们人比你多，凭我们没你体面。洗就洗。青烟娘子，金妈妈请你去2楼见贵客。我就知道金妈妈肯定离不开我，不知那位贵客是谁啊？我看你最近吃了不少苦头，就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今天2楼这位可是位贵人，若你攀上这位，别说你重回2楼了，就算你赎身离开金枝楼去享受荣华富贵也不在话下。多谢提醒，若他日事成，青烟定忘不了您的好处。娘子客气了，那就请吧，青烟娘子。阮氏嫡女阮青烟，见过傅大人。青烟有幸听父亲提起过大人，说大人不辞辛苦为民请命，是个难得的好官。好。青烟在这楼里受苦了，确实过得不好。阮家千金昔日名动京城，如今因为贪墨一案，看人脸色苟且的活着，还沦落风尘，真是可怜呐。你父亲逃狱了，你知道吗？大人，青烟不知。父亲怎么会？你父亲在收押之前，可给你留下了什么？你本就是官家之女，又是清白之身，在这里身边没人帮，确实不好。我会和金妈妈说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，不用再伺候别人。多谢傅大人垂怜。哎，傅公子又来找金莲娘子啊？有些急事儿。切，来这找姑娘的哪有不急的？
我听说我父亲在楼里包了一位姑娘，我还以为傅大人吗？他没来找我。不是，你不知道，我父亲他。傅公子请进。妹妹，你来干嘛？还在生气呢？要是从前这个时候啊，可改变不了我们是亲姐妹。亲人之间哪有隔夜仇的呀？亲人没有，但你我有。我在1楼的这段日子，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受到那样的惩罚还不够吗？生生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都不知道，我在1楼的这段时间受尽折磨，消息闭塞，已经许久都没有听到过关于父亲的消息了。生生，你有听到过有关于父亲的消息吗？你我皆是笼中鸟，你不知道的，我又如何得知？好吧，既然我也来了2楼，那往后我们姐妹就互相照应，重归于好。哼。好消息，好消息呀！定远侯府开宴，特意让你去作陪。定远侯那可不是谁都能见到的，你的福气呀，在后头呢。定远侯什么时候？就在今晚啊！我父亲每年都会挑选几位娘子送给定远侯。定远侯他曾经上过战场，受过些伤，不能人道，但他偏爱凌虐，被送进去的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。我担心你，如果你遇到我父亲，就请躲着他，我怕他注意到你，不然就……我知道了。那妈妈，我去收拾收拾。定远侯府什么没有啊？不用收拾。那我只拿自己的武鞋。啊？我只用得惯自己的。哎，好吧，快点啊！金莲呀，快点啊！来了来了。哎呀，走吧走吧啊！金莲，我有一个猜想。金莲，小耗子，金莲娘子呢？金莲，不是被金妈妈叫去贵客府里了吗？什么贵客？哪位贵客？我就只知道她走得特别匆忙，都没来得及梳洗打扮。走得匆忙？就只来得及带走了一双舞鞋。舞鞋？不对，金莲不可能彻夜不归。程晓有没有留下什么消息？
没有啊。定远侯府，金妈妈，2楼的娘子从未有归也不归的，金莲一直没有回来，难道妈妈就一点都不过问吗？生生啊，这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就别问。你姐姐是享福去了？妈妈什么意思？金莲娘子难道回不来了吗？我说生生啊，你就好好当你的清官娘子。至于金莲，你就当她没来过吧。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。金莲姐，怎么了？金莲姐，你怎么了？金莲姐，金莲姐，走，金莲姐，金莲还真是命大，竟能活着回来。大半夜杵着干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金妈妈，我看金莲刚刚一身伤的从外面回来，这是做什么了？问那么多干什么？不该你知道的就别瞎问。定远侯府到底发生什么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姐姐慢点。昨夜我名义上是受邀去定远侯府赴宴，但其实是傅远安排好送给定远侯的美人。傅远应该是想借此讨好定远侯，只是定远侯并非完全信任傅远。席间，定远侯一直责备傅远办事不力，致使阮大人逃走，说他还带走了个重要的东西，是户部的一册账本。如今这个东西下落不明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隐患。傅远向定远侯再三保证，一定会尽力找到。会不会这个账本就是阮大人贪污案的重要证据？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一件事。上次傅渊见我的时候，曾经问我说，我父亲被关押之前，是否给我们姐妹留下过什么东西？姐姐稍等，姐姐你看，会不会是这个？这是我父亲最后一次见我的时候送给我的一幅画，说是提前的生辰礼。看，有字儿。这就是账本儿。没想到父亲竟然相信阮世生这个贱人，也不相信我这个嫡女。父亲啊父亲，是你先放弃了我。事到如今，我已经不必再勾捏我们的父女之情了。既然你们父女情深，那就阴曹地府里面团聚吧。哼。
金莲。哎呀，快点吧，快点吧！哎呀，快点啊！妈妈久等了，我们走吧。怎么还戴上面纱了呀？侯爷说喜欢西域的扮相，说我若是穿上西域舞娘的衣衫起舞，定然是别有风情。哎呦，金莲啊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呀！从来没有哪个姑娘能够第二次踏进定远侯府，你可得好好把握机会，小心伺候人啊！多谢金妈妈提醒我，金莲明白。快走吧，走吧。这2天，本侯又想了些新的玩法，有趣的很。就是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挺过今夜。今天是要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，对吧？前2天本侯说过，不喜欢这种把戏。民女今夜前来，不是和侯爷玩游戏的，我来是想和你做个交易。交易？定远侯很重视皇帝对他的信任，贪墨一案出在宇宙，定远侯定然头疼许久。他需要的不是真相大白的证据，而是重新获取皇帝信任的机会。若是能为他解决这个问题，那贪墨案的元凶是谁根本不重要。大人，他们就是一伙的。把账本给我交出来！大人在说什么？什么账本？我听不懂。金枝楼娘子，真厉害，本侯喜欢。大人，今日是不想谈交易了吗？交易？你个妓子凭什么与本侯交易？难不成就是你这身子？嗯？就凭我是阮大人的女儿，今日若是我死，户部丢失的账本明日就会绳之于情。定远侯，我可是在救你。是。傅大人可不想当你的替罪羊，账本上写的可都是大人你的名字。大人，账本我已经拖了无数本。如果我必须死，那么你和傅约谁都别想好过。把账本给我交出来！
留你全尸。说了没有？难道让我给你现编一本不成？阮生生去哪了？大人，阮生生恐怕已经通风报信去了。你还姓阮吗？你，大人，抓了他，就不怕阮生生不出现？把他押到大理寺，让他试试18般酷刑。慢着，妹妹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可让姐姐好等啊！谁是你妹妹？阮青烟，你明明知道父亲是清白，却黑白颠倒，是非不分，目光短浅，狭隘自私，甚至还认贼作父。阮青烟，你配称得上阮家子女吗？我这是为了父亲好，若是能尽快归案，说不定还可以宽大处理。若是你还负隅顽抗，就休怪我不念昔日姐妹之情。是为了父亲，还是为了你自己呀？阮青烟，你忘了你曾经以阮家嫡女为傲，你忘了你曾经是何等的娇矜贵气。你说你最注重体面，可是现在你又是谁？你在做什么？你的体面又在何处？住口！阮生生，你懂什么？你凭什么高高在上的指责我？我有其他的选择吗？我有错吗？这能怪我吗？父亲发案要等到何年何月？我只想为了自己谋一个出路，我只想对自己好一点。我有什么错？难道我就该活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楼里，等老等到死吗？我已经赌上了我所有的清白，我所有的尊严。阮生生，我一无所有，我不能输，是父亲先放弃我，我凭什么不能为了我自己放弃你们？阮青烟，我不阻止你谋求你的好前程，你恨我也好，害我也罢，可是父亲他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狠得下心罔顾是非亲情？既然父亲对我那么好，那为什么不能用他自己的命成全我最后一程？够了！我不想再听到你们姐妹反目的戏码。把账本给我。你以为你拿了账本就万事大吉了？少废话，把账本给我，否则，好啊，我给你。终于拿到了。找到什么？找到你勾结讨好定远侯的筹码，还是找到你贪了多少银两，害了多少命的罪证？账本上记下的无数滴血泪，大人还数得清吗？杀死一些蝼蚁，还需用数吗？账本已经拿到了，阮师姐想逃也没有用。来人，把他们押到大理寺定罪。大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可是一心向着你的呀。你是向着我，可你也姓阮啊！斩草要除根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大人，我之前就说过，我父亲是清白。然后呢？那就说明不清白的就另有其人，比如大人你呀。啊！是的，我不清白，
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大人可别小瞧了蝼蚁。侯大人这是做什么？这都是我的兵。沧州贪污案现已查清，侯爷命我将傅大人抓回归案。不可能！侯大人，是你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人，你不是说阮家是清白的吗？你压着我干什么呀？阮大人洗清贪墨刑，但你涉嫌勾结户部尚书嫁祸他人，去押回一同调查。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。阮生生，你快帮我解释一下，你是我妹妹啊！阮生生，快放开我！我是阮家的嫡女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金莲，我们可以出去了，一起走出这禁忌了。出去后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去看日出，你呢？那我就陪你看日出。